地方原来是个兵工厂，也就是说，中国呢第一挺捷克机枪是出自这里。自然的，这个地方是个闪民的地方。很正常的，因为好多都是不可以参观，也不可以看的，因为200号是个特殊的号，所有的画作都是用我们的咖啡渣混的颜料、泥土做的。好，姐姐找个称呼。我叫丹尼。丹尼，我叫皮草中。很荣幸，很荣幸，很荣幸。为啥叫皮草中？你晓得？我跟你讲我的第一个，我以前骑摩托车，到夏天我都穿皮衣皮裤，皮鞋，对吧？像你们这种工厂是，而且看这样的妹妹，你干脆叫皮草中算了，我姓钟。皮草中是这么来的，是这么来的。欢迎来到我们大小卡。这块场地是你呢？没有，我呢是我在这负责运营和市场。然后之前呢店面是我在负责，现在呢我就在开始做一些讲解，一些研究的讲解。因为这块场地我比较熟悉，这块场地呢原来的嘛是属于西山区海口街道办事处，200号。这个地方是原来是海口。对，200号，这个是200号那个地方原来是个兵工厂，也就是说中国呢第一挺捷克机枪是出自这里。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嘛，对中国的抗战胜利和大后方的嘛是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像当时的抗美援朝的时候呢嘛，也为后方修了12000多挺的机枪，还有无数的大炮。所以说，我们云南人为哪在抗战当中那个调侃说穷的了，确实是真的为这个事情做了一些贡献，干了没得的。但是我们不后悔。你怎么喜欢上去看？咋个说呢？因为原来我是干摩托车，也是干摩托车，跟这个有哪关系？没得关系。是，但是我就喜欢。我听着这位家妹妹那种心潮澎湃那种感觉。对，确实是心潮澎湃。因为毕竟我也是80后的娃娃，然后呢，在老一辈就是我81年的，我80，要么你看一下就报。姐姐啊，是不对呢，咱俩姐姐。这边，不从这边干。不从这边，我们不走后门。不走后门，然后说好的，然后熟来的就把它走。那这点呢，以前呢是封闭的状态，是不可以参观，也不可以看的，因为200号是个特殊的号，是有特殊的厂房，因为它生产的机枪等等都是在这边生产。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洞呢，是我们的画质洞。画质洞呢是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是以画展，然后艺术展，包括呢小型品牌发布会等等都可以在这里。现在呢，你看到的画呢，是我们赵老师的一个画作，他俗称疯子艺术家。然后呢，他的画作呢是比较抽象，太抽了。对，就是比较霸道的嘛。但是我看出来了，这个是你家穿的球衣的了。你看得像哪就是哪。抽象。你说他是服别的也是。对了，你说他是哪，他就是哪样。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以为要慢慢看出来，说明你对画很懂，其实不是。其实并不是这种。看啥是啥，看水是水。对，因为呢嘛，抽象派艺术呢，就是说它画的颜色比较好看、鲜艳。然后呢，你觉得它是哪，它就是哪。这个画呢，所有的画作都是用我们的咖啡渣混的颜料、泥土做的。是这么个吧？对，所以说这个是相当有特色的。我们南小咖呢嘛，是一个以咖啡为锚点的一个，然后穿插现代艺术和以前的传承，做一个文化共创空间，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看到的画展是之后会有不断的艺术家会参与到这里面的一个画作，所以叫做画之洞。当时这个地方你看回响很好，去年的时候呢嘛，12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个首届昆明关注孤独症儿童的一个首届音乐节在这边举办，在这个里面。对，当时呢是很多的金钟奖的艺术家，就是高雅艺术场美声呢。没有插电的情况下，在这边一台钢琴。但同时这个地方已经开放很久了。开放10月1号，我们正式开园。去年10月1号正式开放。我今年我那天将近超过1年了。没得关系嘛，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加注一些东西。所以说你看到呢，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可能下回你来又是另外的样子。对，在不断的加注，不断的增加的业态和元素。现在看到这个2号洞的嘛，我们叫它书吧和装置艺术洞。它前身是在哪？它前身呢，它其实就是制造这些枪械等等，因为这些油管水桶呢是后面在我看是80年代左右吧。因为呢，它后来是个那个水站，就是消防站打的油站、储油站，所以会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呢就往外运，直接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个切割艺术。所以现在是比较网红的打卡点，就是这2个大油管。就在里面站就可以照照片去。
对，然后你看到的这边的书版啊，我们现在纯属有5个本，就老书了嘛，各种类型的老书的。然后还有包括这些画的嘛，是我们去年12月份做的飞跃孤独，关注孤独症儿童的。你们主要是看很多做公益，这个就是公益活动了。如果有各位朋友喜欢这些画的嘛，你们可以把画拿下来，后面的嘛会有这个售价你们可以看看。那买的来就是全来就是拿来做公益。对，就是直接到娃娃鞋呢口袋了，就这个意思。明白，是的，这个就是作为一种。直店呢，平常呢也可以坐到直店吹吹牛啊，喝咖啡，像有些。其实你们咖啡杯也是反正造型也是干这个差不多。对，这个是娃娃鞋做的。是娃娃鞋做的。对，手绘马克杯。后面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些像轴承啊等等这些，是因为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点也曾经造过这些东西，有些机械的东西做完以后不一定做起来，对，做。因为那哈子已经改革开放，慢慢的开始，这个是我们拿那个可能一些配件做的一个壁炉，冬天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用的，是吧？可以用的。冬天时候我们烤火烧牙油、烧红球，再点弹弹琴、唱唱歌，很好玩。可以，我看得出来的，肯定很好玩。你看上面的字，全部都是当时留下的，这一块基本都没动过。讲起早，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对，戒骄戒躁要谨慎。我只记得那一句话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介绍评价中农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你记性好的嘛？哎呦，我父亲就是说，反正就没得读书去里头，是吧？知别知青这个了。没得办法，也是一个贡献嘛。那就是一个贡献。是啊。像现在这些字，什么要斗私貔貅，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留下的。不穿帮，可以跟大家。记不得了。山窝洞瓜记里啊，不穿帮。要的。我记得呢。这个3号洞呢，我们叫做工业发展室的一个洞和红色教育基地。是跟那大型机床。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也晓不得，但是不重要。对，不重要。但是呢，我们留下来呢是咋个呢？现在娃娃鞋都是数控，都是有电脑设备，从机械，对一个有些是抓床、冲床等的穿洗床。因为我也是听老一辈跟我们讲的。就是人物散步好。人物散步，我记得了，下回再说我就记得了。人物散步了，可以呢，打住哈胶了，老师傅。对，这个洞呢，经常会有一些活动。有万象摇背。万象摇背，学着了。这个可是哈台子。这还是冲子大头的吧？应该是，不是？这个是冲子大头，不是？台钻。台钻。这还是有意思。抓空台钻。我见过的台钻都是一台的，这种是咔嚓一台。简直震撼着我的眼睛了。是呢，一下子夜视的时候展出来的。贴合照呀，各方面都还是 OK。像有些墙，现在都有些仿真墙，就是现在是仿真了，对，因为这就是自己做的了。对，有些部分呢是后面做的了。我以为它只是承担它买个配件。是呢，其实这点呢，我看还有对面就马路对面一个桥，当时那边是拔车间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在这个组装以后测试。就是走。看来我去昆明还是有点挖差的，但以前我认不得，只认得这个地方是个神明的地方。很正常的，因为好多都晓不得。我们来这点之前我也晓不得，我也不是闲人，昆明的。看，听你口音是听出来昆明的。对。你看像这点的光线了嘛，到时候下午拍照是相当漂亮。是啊，它这个里面就是个工厂，对吧？就是个工厂，因为80年代的时候呢，它为了隐蔽，所以做了个像防空洞。对，80年代的时候呢，这点还产过哪样的春花自行车。我太认得了，那根本整的是呢，我有感触的很呢。我家以前就买过一张，据说是子弹壳那个废料做的，集中那个这么集中，
所以我们小油坝前面有一辆老车。哦，还有啥老车？我们找了一辆老车放在那座展。哎，我叫我们怕找的，要么说这一套的，但是做这一套的呢，还是慢体验慢的，我记不得了。啊，有点。这个洞呢叫做影之洞。影之洞呢，它就是直接也是我们赵老师那个杰作，花了2个月的时间在脚手架上，带着2、3个工人，就这样子都喷出来的。我们手很舒服。对，我们经常调侃就说这个呢嘛是个山海经洞，你看了下来它还是那样。其实抽象艺术呢，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好看就好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呢。你说的是那，它就是那样。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老板，我们都是校友，也是无意当中才知道是校友，都是医学毕业的，我也学不到的。然后他是说，他真的是个导演。这是导演。对，也是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啊，对，医疗都是校友，很好玩。所以说我们这个角度看是最漂亮的，其实用广角镜头拍是最漂亮的，因为它虽说渭南很多地方的嘛，每个光景每个角度哪点拍照最漂亮，其实我们都晓得，因为我们邓总嘛，他叫邓超，我们老板嘛，他毕竟是学艺术的，他哪点摆个那造型，等，你不能乱动。就是他的美学艺术的嘛，就是这个意思。是。对，但是也挺不错的了，来把这个洞贡献出来的，给艺术来做这个事情是很不得了的。因为很多传统的地方是不愿意给你拿出来做这么大面积的这种，不得了，真不得了。因为这点呢之后我们还会做个水系，就是这点会做个水系出来，反射过来，做一些打卡，包括这些，对这些我们还要重新再做整理。因为嘛呢，你只是一期工程。我记得是不是我的？到小油坝前面了，可以绕。那可以可以去看。那点不能进了，那点是个仓，那点呢还未开放，还是有安全隐患。还穿得起一些价值大油？没有，不敢，这是我们堆那些凿。是你们堆那些凿。后面还有2个半个洞，很深。我进去过，我还是只是白天进去过。晚上还是有点害怕呢。记得晚上也开饭？不开，暂时不开。这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到8点，之后呢可能会做调整，因为天气暖和了。天气暖和呢，然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像简餐类呢，还有一些就是火呢这些等等。你看进来都是啥子？不是。我带你们书法。这个工业发展史洞，第3个洞。这块呢2号院子呢，我们就要做成机车主题的东西，毕竟我也是汽车的嘛。所以说做成机车主题。去年呢，我们小的整理一场自己的小娃场，就是涂鸦比赛，就绘了这几块，还是挺有意思的。当时获奖的第1名是头盔，大家都喜欢头盔。你们还不是可以自己买那些油？慢慢的，不行。这个细水长流的东西，慢慢的整，等我们整完善了以后，我再请这边的大哥哥些来，是啊，好好呢在这里玩一场。因为现在这一块呢，这个展览摩托。对，因为我身边的哥哥些都是喜欢，比如说其他的景点，还是有些部分的哥哥喜欢安静。那么在那边还有娃些玩，这样怕还是有点影响。有些人喜欢安静的话，我们就把机车引来这里，我们读书的一个空间，为木有打造一个读书空间。像这小块呢，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咖房，就包那种抽雪茄。对，因为我自己也还是会抽抖啊，抽雪茄，所以这一块呢，他们就更适合。你看看宽人迷信，抽抖啊，抽雪茄的那有几个？哎呀，点噻，还可以加出这些东西，可以。娃抖，我有曾经玩过一段时间抖。我都是拔吊子，就是都一样，就是觉得那个苦，目的是苦就才会就把这个东西吸引的了。包括摩托车也是如此，就是苦。骑车的人肯定比开车的人更苦。因为曾经有个小姐姐问过我，她说我不能理解你们骑摩托车快乐点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2个。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个好问题。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我说你车坏的在路上，可会有人管你？绝对不敢。但是骑摩托车的兄弟，你只要任何一台车在高速公路上，你闪的双闪，绝对有摩友会问兄弟，可需要帮忙。这个就是摩友们，说的都是激动的这种感觉，因为我真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你是16岁就开始骑的车？16岁我倒是不敢说嘛，我看是几岁记不得了，当心。放心。大概就是上面嘛就没有了，没得了就没得拿了。但是这一块呢，我们之后会做成那个向后转。这点呢就是一个小的放映厅，
做成露天电影院对，露天电影院。然后我们就席第二座看电影。哦，有先锋。好呢，这个地方不错，也不影响那边的居民。影响不了。如果说是影响这动子上，你要咋个影响？那个绝对影响不了嘛。可以，有这么好的地方，就找这些知名不知名的小乐队来这里做演出去，慢慢的就像5月2号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噻，5月1号我们是致敬老公园的一个专访。刚在第一届那个听的那个喊那老板娘贾丽这啊，是呢，5月1号老公园。对。然后2号我们就是摩托车这一块加上乐队，小红泥巴。然后3号我们就是亲子。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前沿，不走回头路。这个绕山绕水就绕回来了。对，就走一圈绕回来。我们中国人讲了嘛，不走回头路噻，我们就回到这点，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感谢您的感受。没有，非常清爽的了解了这一座山里面做掏空的是为哪一用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建设，对，为了我们的平安。是呢，所以说现在那么好的生活真的是要珍惜。一定要在心上，真的是长。